晚上好啊！今天这两个故事啊，我敢讲你们听完过后啊，一定背后凉凉的。尤其是第二个故事，保证回味无穷。故事开始之前呢，我就想先问问你们有没有接过一种电话哦，就是听完过后整个人会 blur 去的，甚至几分钟都讲不出话。我就有一种这样的经历啦。可是诈骗电话，那些诈骗电话都不懂为什么会有我的私人资料的，甚至连我的银行密码他都懂哦。当时啊，我真的是吓到 blur 掉，吓到讲不出话的那一种啊。不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有的话欢迎留言分享一下啊。今天的这个电话当然不是诈骗电话，而是马来西亚最有名的恐怖电话之一。第一个故事是从一个护士口中讲出来的。Saya dapat satu panggilan yang belum call 3:30 pagi daripada MCC. Nama pasien sekian-sekian, alamat sekian-sekian. Komplain korban tak sedar diri kat rumah。那天是凌晨3点半，医院的紧急电话突然就响了。电话中的人就很紧急的讲，他家人有人昏倒了，情况非常的急，需要马上派一个救护车去他家。过后医院就跟他拿了一些资料和地址，过后就马上安排一个救护车赶过去那边。那个护士收到了这个紧急的通知过后，他就冲上了救护车，跟着地址飞着过去救人哦。很快的，都不到20分钟，护士就到了那个地方。可是奇怪的就是整间屋子乌漆麻黑的，看下去都没有半点灯光。然后司机就拿车灯往那边照了照。诶，不对啊，为什么这个屋子这么多灰尘？就连门头草都半个人高啊！一看就是荒废了很久的。当时他们就想着肯定就是给错地址了，于是护士就马上打电话回去医院确认。结果医院那边就很肯定的讲，没有错，就是这个地址。这个时候当然就按照那个号码打回去问哦。可是他们打回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号码根本就不存在。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out of service. 这个时候护士就盯着那个屋子看，就在看到很入神的时候，突然间屋子里面就传来了很可怕的怪声，就不是人发出来的声音，而且还叫得很大声啊。他们当时几个就吓得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在车上对望了一眼过后，什么话也没有讲，司机就踩满油掉头就走。回到医院过后，他们心里就还是很不安，于是就调出资料出来查了查那个地址。看了后他们全身发凉，因为啊，那间屋子的人在3年前就曾经打电话进医院叫救护车去他家，可是救护车还没有到他家的时候，他就病死在家了。他死过后，那间家也就荒废了3年。comel bos. Tiba-tiba tengah cakap dengan mandu tu, bunyi burung hantu daripada atas atap. Saya mandang mandu mandang saya. Apa berkecapui balik. Besok pagi cek kat klinik nama pasien tu, rupanya dah meninggal 3 tahun lebih。讲到这个，我就想起以前就有一个护士朋友跟我讲过，其实啊，这种半夜医院接到这个废物的求助电话的事也不是第一次了。他们也调查过，就发现大部分这些奇怪的电话都是那些没有子女的老人打来的。医生就心疼这些孤寡老人求助无门，于是就成立了一个小组，熬夜的追查，反复的研究，到最后就发现，原来就是老人不怎么会用电话，打错地址罢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再讲第二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来自一个很有名的电台 DJ Isma Haji Hamzah。事情是发生在90年代。那个时候的电台啊，有一种节目是最受欢迎的，你们懂不懂是什么节目啊？其实就是互动的节目，就是由观众打电话来诉苦。有一些就分享自己奇怪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以前也非常的喜欢听这类型的节目，因为是真的很有趣。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咯。那天凌晨3点05分，时间到了，
DJ Isma 就像平常那样在直播间里面开直播咯。很快的，电话的热线灯就亮了起来 ，DJ Isma 就按下了接听按钮咯。这个时候，电话中就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声音 ：“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位美女有什么想分享的吗？”电话那边传来那个女子的声音就很沉的，听起来就很像在睡觉的感觉。然后女子就开口讲：“我有一个故事要和大家讲。我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老公正在开车去关丹参加一个婚礼，原本是要下午出发的，可是拖到现在才有空，所以我就连夜赶路咯。老公载着我和孩子，还有老公的爸爸妈妈，他们全部都在睡觉了，我也很想睡。可是这个时候前面就有一辆萝莉，它就只有一个灯罢了，它的左灯坏了。诶，不对，它为什么反方向走的？在高速公路上不可能走反的。过不久，那个萝莉就走过了，我也没有理她。可是奇怪就奇怪在，为什么前面又来了一辆萝莉，而且这个萝莉还是一样坏了一个灯，反方向走过来的。这个萝莉刚才明明已经过了的，为什么又会出现在前面？这个时候我就和老公一起看着后视镜，看下是不是同一辆萝莉咯。太奇怪了，为什么会出现2次？突然间前面就冲出来了一辆萝莉，那个萝莉就反方向的飞着过来，我和老公因为看着后视镜，差一点就撞到她了。老公为了躲开萝莉就猛摆方向盘，结果我们的车就跌下了山崖，我老公死了，公公婆婆死了，我儿子也死了。当时整个直播间就安静到只有冷气的声音而已。DJ Isma 接到这样的电话，也不懂要怎样做这个节目了，于是他就想缓解一下气氛，随口就问：“那么你呢？你怎么样了？”女子就讲：“我和他们一起跌下山崖了啊。”当时 DJ Isma 就想缓解一下这个气氛，做一下节目效果，于是他就讲：“你也在车上跟他们跌下山崖，那么你不是死了？你死了怎么打电话来啊？”话一讲完，电话就掉线了。DJ Isma 就懵掉了，他就心想是不是他讲错话惹到他生气了，于是他就马上打电话回去了。可是啊，打都打不进。当时整个直播间就这样沉默了10几分钟，没有人讲话，也没有人打电话进来，就只有背景的音乐在慢慢的播放着。过不久就只好结束了这个节目，进入音乐环节了。可是啊，这个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第二天中午 ，DJ Isma 就正常的上班了。到了那边，他就看了看桌子上的报纸，当时的头条就写着大大个的“高速公路恐怖车祸，一家5口开心的去参加婚礼，一辆轿车为了躲开逆行失控的萝莉而直接冲下山崖”。看了看内容，事发地点吉隆坡前往关丹的高速公路上，死者爸爸妈妈、孩子、公公、婆婆当场丧命。事发时间凌晨3点05分。3点05分？不对啊，这个时间不就是昨晚 DJ Isma 开直播的时间？这件事情啊，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的，每个人都在讨论着这个事情。有人就讲，人在意外去世的那一刻，强烈的情感和执着就会让灵魂想找人诉苦。也有人讲，这个只是一个恶作剧，就是有人看到了车祸后马上打电话去电台吓人。可是啊，车祸的时间和这个直播的时间靠得那么近，试想想看，会不会有人3更半夜的看到了这个车祸过后再做出这样奇怪的事情？不可能吧。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懂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就是他讲看到2次一模一样的萝莉。有人讲这个就是所谓的时间残影，就是人在死亡之前啊，他会提前看到自己10几秒前的画面，而且还可以连续的看到几次，就是在他的世界里面重播又重播，循环又循环。还有人讲这个其实就是鬼在找替身，
而那个萝莉根本就不存在，她就只是想让你分心，制造出意外而已。还是讲打电话进来的其实就是那个死者，他在自己还没有断气之前打过来的，你们觉得嘞？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啊！拜拜，我们下期见。